为什么拜登非要整死华为？中国的脊梁比美国的枪炮更硬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全面限制对华为的芯片出口，拜登政府为何非要整死华为？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攻击本质又是什么？4年前，美国将华为列入了贸易管制实体清单，先是禁止本国的政府购买华为产品，后又要求盟友也不能采购华为产品。2年半前，美国禁止芯片出口企业向华为出售5G 芯片，并授意代工企业停止为华为麒麟芯片供货。1个月前，美国停止向高通、英特尔等公司颁发新的对华为出口许可证，包括4G 相关技术和产品。经过多次打压之后，前几天，美国终于还是对华为发出了致命一击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透露，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吊销国内芯片供应商对华为的出口许可证。这一举动说明了一点：拜登真的很想彻底整死华为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看吊销出口许可证对华为而言意味着什么。之前，美国芯片供应商也舍不得中国庞大市场带来的利益，因此美国政府也算是留了一点余地。5G 芯片买不到，华为还可以买4G 芯片。总之，华为虽然伤筋动骨，还能够坚挺地活着。现在一旦这项措施落实，也就意味着美国对华为全面断供了。不仅没有了5G 芯片，连4G 芯片也没得用了。华为公司的主要业务有2块：手机业务和通信业务。先说手机业务，美国对华为实施芯片断供之后，华为的手机业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销量从全球的第一一路下滑。本来靠着4G 手机也能够在国内保持一席之地，现在美国全面断供，手机业务真的是生死一线了。再说通信业务，作为华为的核心基本盘，境地倒是要好一些。一个是华为早有准备，在美国出手之前就已经囤了大量的存货，并且这项业务对芯片的消耗也要比手机慢上许多，因此还能够支撑一段时间。二是通信设备对芯片制成的需求没有手机那么严苛，虽然好的芯片肯定是更加出色，但是差一些的芯片通过优化也能够有不错的表现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华为通信业务的形势依旧十分严峻。如果国际局势继续僵持，国产芯片又不能及时突破，那么华为通信业务也要步上手机业务的后尘。为什么拜登政府非要整死华为？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打压一家中国企业，说到底还是害怕了。华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家中国企业，更代表着中国在新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，勇于追赶西方领先100年的技术缩影。华为已经在5G 领域领先，现在又向6G 领域大步前进，这让科技创新迟迟没有进步的美国非常恐惧。其实华为现在的技术还远不至于让美国这样歇斯底里，但是华为的研发能力和技术进步速度确实让美国十分警惕。在美国看来，如果让华为继续安稳发展下去，技术必然会爆发式成长，进而带动中国相关领域进步，而美国靠着科技剥削才能稳坐世界老大之位。现在有被中国超过的可能，美国怎么会不疯狂？而且今天美国针对的是华为，明天可能是中国的任何一家企业。美国要追求霸权，就必须排除掉任何一位潜在的竞争对手。美国政府针对华为的攻击，早就是2个国家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。就像一位中国网友所言，如果华为是在商业领域上失败了，那么我们无话可说；但华为要是被霸权主义所打败，那么每一位中国人都不会服气。在过去，我们经历过比如今还要严厉的封锁，但如今我们依旧在进步，这是因为中国的脊梁
比美国的枪炮更硬。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，我们需要做的便是迎难而上，加大研发投入，并大幅提高国产芯片的产能。有了一个合适的环境，中国的芯片领域才能快速进步，突破美国的封锁，实现科技复兴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